这是侦探迷必看的一部高分推理神剧，9年一共拍了6季，并且每一季的评分都在9.0左右。它就是推理女王阿加莎笔下的第2大侦探系列马普尔小姐探案集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普尔小姐第2季的第1集——沉睡的谋杀案。在印度政府的礼宾厅里，英国外交官凯文收到一则消息，他的妻子开车路过一座大桥时不幸跌落山谷，已经身亡。还好妻子出门的时候没有将女儿带在身旁。转眼间到了18年后，当年躲过一劫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。女孩名叫格温，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，但她从小在印度长大。格温的男友是一个在印度经商的超级富豪，两人约好了一起回英国结婚。可因为业务繁忙，男友让格温先回英国寻找一套婚房，自己随后就到。就这样，格温坐船来到了英国，男友的管家韩冰接待了她。路上，格温声称自己想找一栋面朝大海、温暖花开的房子，于是管家将她带到了海滨小镇。刚到镇上，格温一眼就相中了那栋坐落在半山腰的别墅，过去询问房子也刚好正在出售。随后两人参观起了别墅，格温越看越喜欢，已经想好了要如何装修。阁楼上要贴满罂粟花和菊花的墙纸，客厅和餐厅之间要打通一扇门。参观结束，格温就迫不及待地买下这栋别墅并开始装修。然而这时，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阁楼的壁橱里就贴着罂粟花和菊花样式的墙纸，客厅和餐厅之间原本就有一扇门，只是被封住了。看到这些，格温瞬间懵了，他第一次来英国，为什么会对这栋别墅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而且房间的装修和设计竟然和他想的一模一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没理清头绪，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只见格温来到楼梯旁，突然看见楼下躺着一具女人的尸体，尸体的脖子处还有被人勒过的痕迹。听到动静，韩冰立刻冲了过来。缓过来后，格温放眼望去，楼下却什么都没有了。难道是刚来英国水土不服产生了幻觉吗？然而在后面的几天里，接二连三的怪事又发生了。为了调查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看见这些，格温找来了乡村侦探马普尔小姐，把事情经过全都告诉了她。听完，马普尔想到了一种可能，会不会是格温小的时候在这栋别墅里居住过，所以才会对房间的布局和装修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而那具女人的尸体呢，应该是格温小时候的记忆，很有可能他小的时候亲眼看见过女人被勒死的画面，所以他才会看到那些。说完，格温表示他根本就没有来过英国，更别说这栋别墅。格温的父亲是英国驻印大使，他从小就跟着父亲一直生活在印度。在他2岁的时候，母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，后来父亲也因病不幸身亡。他声称自己是被定居在印度的姑姑养大的。说完，他们找到了房产中介，查了一下这栋别墅的过户记录，发现这个房子的前任主人竟然就是他的父亲凯文。难道说马普尔小姐的推理是对的？如果是对的话，那么这栋别墅就真的发生过命案。为了查清真相，格温和马普尔先是找到了当年的老管家。经过询问，老管家声称格温和他的父亲的确在那栋别墅生活过一段时间，但是那段时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命案，只是有个女人失踪了。据老管家回忆，18年前失去妻子的凯文先生辞掉工作，带着2岁的女儿从印度搬来英国，买下了这栋别墅，并雇佣了老管家和一位女仆来照料他们的生活。随后没过多久，凯文就和一位名叫海伦的女人订了婚。海伦是一家越剧团的当红歌女，当时凯文还在报纸上公布了他们的婚期，但引起了海伦的不满。海伦好像不愿意让外界知道她结婚的消息。接着老管家继续说道，在2人准备结婚的头天晚上，凯文和海伦因为一个男人吵了整整一夜。海伦就是在那天晚上消失不见的，她的衣服和行李箱也被带走。后来凯文因病去世，格温就被他的姑姑带去了印度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在老管家的指引下，3人又去找到了格温的亲舅舅。格温的舅舅是一名医生，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。据他回忆，当年他得知凯文和海伦要结婚的消息时非常的生气，立马就从国外赶了过来。自己的妹妹才刚去世没多久，妹夫就另结新欢，他准备向这2人发难。然而当他来到这里和海伦相处了一小段时间后，他发现海伦不仅性格非常的好，对小格温也像是对亲生女儿一样，于是他也就没有反对这门亲事，甚至还答应2人给他们做伴郎。然而到了正式结婚那天，海伦却始终不见踪影。就这样，海伦彻底消失了，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。说完，舅舅拿出海伦的照片，格温看了一眼后，惊讶地发现海伦就是他看到的那个被勒死的女人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推理迷必看的神剧之一，不看到最后1分钟，你绝对猜不到凶手是谁。舅舅对着格温继续说道，海伦消失之后，你的父亲每天都会去悬崖边散步，然而突然某一天，有人在悬崖底下发现了你父亲的尸体，最后警方推断他是跳崖自杀。为了不影响到你，所有的亲人朋友们都说你的父亲是死于心脏病。说完，舅舅从档案袋里拿出了一张明信片，声称这是警方在凯文的尸体上搜到的，是海伦消失1个月后从远方寄回来的。只见明信片的背后写着，亲爱的凯文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走了，现在过得很好，请不要再来找我。看来海伦只是离家出走了，她并没有被杀害。可是格温看到的那些又该如何解释呢？交谈结束，毫无头绪的马普尔询问格温舅舅，你这里还有没有海伦写过的其他东西？此时舅舅才想起，当年海伦为了感谢他担任伴郎，
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。然而马普尔接过信件一看，里面的内容却十分的暧昧肉麻，像是写给情人的一样。对此舅舅解释称，这就是海伦平时的说话风格，所以他的身边才会有这么多男人。说完，当地警探拿着这封信和那张明信片去做字迹对比去了。为了调查清楚这一切，随后马普尔又找到了当年负责此案的老警探。通过询问得知，海伦消失那天晚上，曾有一个老太太慌张的报警，声称看到一个印度男人在街上四处闲逛。平常时间，这个小镇根本就不会有印度人过来拜访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是老警探也没有多想。与此同时，格温和韩冰也开始调查当年的事情。首先，他们找到镇上唯一的律师。经调查，律师当年非常的迷恋海伦，他经常会去看海伦的演出，两人的关系很是亲密。但律师表示他们只是朋友关系。接着，律师开始回忆海伦消失的那天晚上是乐剧团的最后一场演出，因为除了海伦要嫁人离开之外，剩下的人也都要走了。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疑惑不解的马普尔和格温决定去见见乐剧团的其他成员。乐剧团除了歌手海伦，还有另外4名成员，他们分别是撩妹高手钢琴师、努力上进的眼镜妹、乐剧团的团长和团长夫人胖妹。海伦失踪的第2天，这个乐团也就彻底解散了。了解到这些后，马普尔和格温先是找到了定居在这里的团长夫妇2人。经过询问，终于得知了乐团解散的原因。原来解散原因是胖妹怀孕了，他们不能同时兼顾乐团和家庭，于是无奈遣散了其他人。海伦失踪的那天晚上，胖妹将自己怀孕的好消息告诉了丈夫团长。还没说完，团长突然转移了话题，声称海伦很有可能和钢琴师私奔了，因为那天晚上演出结束之后，他曾看到钢琴师偷偷去找海伦，还说什么让他好好考虑考虑，并且第2天的婚礼现场，钢琴师和海伦一样没来，因此团长认为他们2人就是一起私奔了。随后画面转过，格温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钢琴师，然而钢琴师却表示海伦应该不是离家出走，而是被团长谋杀了，因为海伦是乐团的头牌，他一走乐团就得关门大吉，并且在最后一场演出那晚，钢琴师曾亲眼看到团长低着头和海伦偷偷说了些什么。随后海伦就一脸惊恐地跑了出去。除此之外，钢琴师还透露了一件事，团长和胖妹其实是2婚，听说团长是因为前妻无法生育才向对方提出离婚的。说完，格温转头找到了最后1名成员眼镜妹。现在的眼镜妹已经成为了1线明星。据她所说，海伦消失那晚的确有一个人很可疑，那就是镇上唯一的律师。当时眼镜妹走出乐团已经很晚，她在门口碰见了心事重重的律师。律师问她有没有看到海伦去了哪里，声称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海伦说。眼镜妹认为律师很是可疑，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非要在大半夜去找一个第2天就要结婚的异性朋友呢？询问结束，格温找到马普尔，2人共享了调查结果。现在只有一个人没有调查过了，那就是当年在别墅工作的女仆。为了能顺利找到她，格温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。不久后，终于联系上了女仆。女仆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调查，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。于是格温便约她明天在自己舅舅的诊所碰面。转眼间到了第2天，3人正等待着女仆的到来。这时，警长送来了感谢信和明信片的字迹对比结果，发现2者的字迹一致，这就说明那个明信片的确是海伦所写。难道说海伦她一直还活着，别墅根本就没有发生命案？正疑惑着，突然警长收到一条消息，女仆在赶来小镇的路上被人勒死，丢在了山上的草丛里。警方在山上发现了女仆的尸体。侦探马普尔立马调查了她的车票信息和行走路线，发现女仆竟然提前了1个小时出发，还特意走了一截山路。然而她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难道说凶手提前联系了她？女仆被杀证明她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此刻马普尔也终于确定，海伦不是离家出走，而是遭到了谋杀。凶手一定是害怕女仆说出某样关键信息，所以才将女仆杀人灭口。随后众人来到女仆家，找到女仆的丈夫。经过询问，她的丈夫表示，女仆曾经说过海伦是不可能离开的，除非她去了北极。然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聪明的格温想到了一种可能，海伦失踪的时候是夏天，而女仆呢发现她带走的衣服全是冬天的，所以女仆才会这样说。格温猜测，这应该是凶手杀死海伦后，慌乱之中收拾了她的行李，想伪装成她离家出走的假象。可没想到凶手拿错了衣服。说完，画面一转，韩冰偷偷打电话给远在印度的格温男友，通过关系了解到了当年格温母亲出车祸的案子。原本那是一起意外事故，归交通警察管，可后来却转交给了刑事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会惊动刑事科去调查呢？另一边，马普尔调查到团长的第1任妻子后来嫁给了一位农场主，并且还生了6个孩子。不是说团长的前妻不能生育的吗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了调查清楚这一切，马普尔再次找到团长，二话不说直接问他，海伦消失那晚，你偷偷对海伦说了些什么？团长表示，当时自己只是提醒海伦，外面有一个奇怪的印度男子在四处乱逛，让他回家的时候注意安全。说完，马普尔感到非常疑惑，为什么海伦听完此话会变得如此慌张呢？那个神秘的印度男子和他有什么联系吗？随即，马普尔又联系到了在印度的格温男友，
通过关系调查到，当年去过海滨小镇的那个印度男人是一名警探，他来这个小镇是为了调查一起发生在印度的珠宝盗窃案，而格温的亲生母亲呢，就是此案的头号嫌疑人。原来，格温的母亲在嫁给凯文之前有一段不光彩的过去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事让马普尔更加震惊，那就是当年来小镇的那位印度警探调查到，格温的母亲根本就没有死于车祸，她利用假死改名换姓，变成了后来的歌女海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瞬间马普尔明白了所有的一切，他把众人召集在一起，然后开始了最后一番询问。首先是律师，海伦消失那晚，你大半夜去找他是想说些什么呢？对此，律师沉默不语，众人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。然而这时，团长夫人胖妹突然站出来为他解围。原来，胖妹和律师之间早有私情。海伦消失那晚，律师原本是想找胖妹单独告别的，可听到胖妹和团长一起过来时，他偷偷躲在了柜子里。当时胖妹说自己怀孕了，本来是个好消息，可团长听完后却非常生气，因为那个不能生育的人其实是他自己，根本就不是他的前妻。也就是说，胖妹怀的孩子不是团长的，而是律师的。律师得知此消息后，慌慌忙忙的去找好朋友海伦商量对策，因为海伦是唯一一个知道他们是这种关系的知情人。说完，下一位是钢琴师。消失那晚，他让海伦好好考虑一下。然而是考虑什么东西呢？还没等他开口，眼镜妹就率先说出了一切。原来，钢琴师当年和眼镜妹一起偷偷倒卖违禁品，演员需要这种药物来提神，以保证演出的质量，所以销售很是火爆。他们想拉海伦入伙，事后一起干这行，于是让他好好考虑一下。眼看疑问已经解答的差不多了，马普尔直接公布了真相：杀死海伦的凶手不是别人，正是格温的亲舅舅菲尔医生。感谢信和明信片都是医生提供的线索，两者的字迹一样，这就说明了他是同一个人所写。然而呢，只有医生才能在那2封信上做手脚。马普尔对着众人说道：这2封信都是医生自己写的，并且女仆的死也是他干的。他从格温那里要了女仆的联系方式，然后偷偷联系对方，让女仆提前1个小时赶来，并走了那条山路。医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勒死女仆，并将其扔在了草丛之中。可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根据印度警探的调查，格温的母亲假死，然后改名换姓回到英国，变成了海伦。也就是说，海伦是格温的亲生母亲，同时也是医生的亲妹妹。然而，医生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妹妹呢？马普尔拿出那封感谢信，继续说道：这封信是医生伪造的，但是里面的内容却十分的暧昧肉麻，这让马普尔想到了一种可能：医生对他的亲妹妹有一种特殊的不可言喻的情感。信上的那些话都是医生自己意淫出来的，他渴望妹妹对他说这些。还记得凯文和海伦准备订婚时，在报纸上公布了婚期，此举让海伦很是生气，因为海伦担心这个消息被病态的哥哥看到后会找过来。结果还真是这样，医生追到了这里，但是他并没有揭穿妹妹的真实身份，而是选择在这里开了一家诊所，为的就是能无时无刻看着妹妹。海伦被杀的那晚，他从团长口中得知镇上来了一个印度男人，于是慌忙的跑回家，将这些告诉了丈夫凯文。随后2人发生了争吵，这一幕被老管家看到，这也就是老管家看到2人发生争吵的原因。事后，凯文独自出门调查那名印度男人的身份，将妻子和女儿留在了家里。然而，在背后偷偷观察着这一切的医生也趁此机会来到别墅，想对妹妹做禽兽不如之事，可遭到了妹妹的反抗。就这样，恼羞成怒的医生一气之下，掏出绳索勒死了海伦。而这一幕呢，也刚好被楼上的小格温看到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说完，马普尔表示，凯文应该也不是跳崖自杀而死的，很有可能他是被医生推下了悬崖。然后，医生将那封伪造的明信片放在了他的尸体上，伪造出了他是因为海伦离家出走而跳崖自杀的假象。最后，医生在悔恨中承认了这一切，案件告破。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喜欢阿婆作品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，咱们下期继续，拜拜。